最近印度可谓是支棱了起来，在与我国的争议地区上部署了3辆来自韩国的自行火炮，但是他们仍然不满足，最近又搞出了大动作，可能是被我国近期频繁的海上威慑活动给刺激到了。这个东方小灯塔似乎认清了两国的海上军事实力的差距，决定要和法国联合开发6艘潜艇。这个潜艇可不是普通的潜艇，而是核动力潜艇，并且三哥财大气粗，直接打算制造6艘。可惜印度向来都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的航空母舰兜兜转转，各种出问题，不是着火就是回厂大修。而经过他们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修过的飞机，基本上都会摔，平均每个月能摔5架以上。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印度的精密工业太过薄弱，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工业基础来进行如此高端武器的单独研发或制造。纵观这些年来印度的武器发展史，不管是他们的阿琼坦克、光辉战斗机，还是航空母舰，都问题不断，不能形成真正的战斗力。实际上，印度也曾经自己研发过一艘核动力潜艇，可惜最后做出了一个4不像，并且下水不久后就因为推进舱进水返厂大修去了，并且5年4次事故，在非战时状态也算是世界上的奇葩了。甚至他们的潜艇还用导弹击毁过自己的潜艇。根据报道，印度下一步的计划是暂停或推迟第3艘航空母舰的建设，转而集中力量进行对核潜艇的研发，旨在重振印度衰弱已久的潜艇部队。但是以印度的工业水平，自己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和法国进行合作。可最有意思的也在这里，因为核潜艇的必要保密性，设计虽然可以在国外进行，但是最终的修改和建设部分都需要在印度国内。可印度的工业实力，说实话，连印度人自己都知道是不靠谱的，他们要怎样保证这些核潜艇不会出问题呢？并且根据信息表明，印军此举是为了保证敌军无法在印度的领海中自由的行动。这话在军理上来说没错，因为潜艇始终是对付舰艇最好的武器。如果有优秀的潜艇部队，绝对可以将敌人限制得非常好。但是对此，我国有网友表示，谁要侵略这种全是难民的国家啊？抢他们的牛粪吗？确实，对于现在的世界上能够对印度造成威胁的国家而言，印度对他们的吸引力是非常的小，因为印度的阶级矛盾和人口结构，小摩擦可以随时有，但是真的打下来了，吸纳为自己的公民，那就有着巨大的扶贫财政压力。对于不管是中国、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而言，印度都是食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的鸡肋而已。近日，据美媒报道，有2艘伊朗军舰似乎开始首次横渡大西洋。据有关官员透露，此次航行的最终的目的地是委内瑞拉。有美官员担心这些伊朗军舰可能携带攻击性武器。之前，伊朗方面在面对美国制裁的时候就表示，将会向西半球派遣军舰。不过，出于各种原因，派遣军舰的尝试一直没有实行。有美官员就担心，如果此次伊朗军舰顺利横渡大西洋，将会是伊朗海军能力的重大展现。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合作也会使得美国受到威胁。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国务院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可能会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措施。五角大楼发言人甚至表示，阻止此类武器交付和运送到委内瑞拉是美国的权利。其实，美国经常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随意扣押、抢夺别国的物资。有些国家直接表示，美国这种行为就是标准的海盗做派。据美国自己的媒体报道，美国海军在今年已经无理由地扣押过伊朗约200万桶、价值1.1亿美元的原油。当时，伊朗的外交发言人就把美国抢夺并售卖伊朗原油的行为斥为海盗行径。除了抢夺伊朗原油外，美国还拦截过委内瑞拉从别国购买的燃油。那么，华盛顿这次还会抢夺伊朗运送给委内瑞拉的武器，并据为己有吗？海盗行为是否会再现？首先必须要说的是，委内瑞拉距离美国很近，尽管委内瑞拉在美洲，但它是美洲最北部，两国都在加勒比海的沿岸，而且委内瑞拉有一个岛屿，距离美国只有240公里。而这个距离，我们平常开车如果走高速道，仅仅只需要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但是美国和委内瑞拉这个近邻关系却是十分不好，尤其是在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上台后，坚决实行全面的国有化，其中就包括美国最为在意的石油。查韦斯对石油的国有化可谓是触碰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也就变得愈加不可挽回。2019年的时候，委内瑞拉甚至宣布和美国断交，两国关系从此变得势同水火。虽然美国对委内瑞拉各种看不惯，但是委内瑞拉不是阿富汗，真的出兵对美国来说要付出不小的代价。美国虽然不好直接攻打委内瑞拉，但以美国的小心眼儿是不可能让委内瑞拉有很多武器的。毕竟美国和委内瑞拉的距离实在很近，都不需要很先进的武器，都能对美国本土造成威胁。所以美国很有可能海盗行为再现，直接抢夺拦截伊朗运送给委内瑞拉的武器。尽管事后会引来国际社会的谴责，但美国霸道惯了，这些谴责是不怎么在乎的。
最近，日本多次主动提高自己的调门，在多个敏感问题上挑衅中国，尤其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更是想单方面改变现状，导致区域局势骤然升温。近日，日本多次提起中国在该岛连续巡航天数创纪录，日本为何要炒作这件事儿？刚签完美日联合声明就想搞事儿吗？近日，日本多个在野党提交海上警备法案，并允许自卫队收集中国海警情报可开火。在5号，日本每日新闻还披露，日本防卫省正研究一款舰射及空射远程导弹，目的就是制衡海洋活动日渐频繁的中国。在这之前，为了针对钓鱼岛，日本还增设600人夺岛特种部队。在国际舆论方面，日本首相菅义伟更是马不停蹄和周边国家打电话，指责中国改变东海、南海现状，并对中国海警法表达强烈不满，试图让日本站在道德高地为自己扩军找借口，同时拉拢潜在盟友。在前不久，日本还和区域外国家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展开夺岛演习。据日本产经新闻统计，2021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军在钓鱼岛一带举行的联合演习大幅增加。在去年1到5月，美日在该海域联合演习有8次，但2021年同期双方军演高达23次。报道分析，此举是应对中国占领离岛的威胁，为与中国开战做准备。近日，日本媒体还披露，日本渔船在该岛周边活动被驱逐。随后，日本巡逻艇试图干扰，最终还是被中国海警船赶走了。而对于日本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普京的做法倒给我们上了一课：该亮剑的时候就要亮剑。最近，俄日船只相撞事故，日本扣押了俄罗斯船员，随后俄罗斯也扣押了日本船员。这件事儿可能是日本有意为之，日本始终觊觎北方四岛。同时，日本还和邻国韩国存在主导争议。如果日本真要和中国在东海挑起冲突，恐怕俄韩会助攻，因为他们也都在等这一刻。日本能承受3线作战吗？可以说，日本已经让战略温度骤然升温，也会引出很多不测事件。目前日本国内矛盾比较多，东京奥运会延迟，疫情蔓延，自顾不暇却肆意挑衅中国，他们的底气来自于美日安保条约。规定在日本施政下的领域，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将会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但是同时面对3线作战，美国可没这个自信。无论日本怎么折腾，都无法打破事实。一直以来，对于中美对抗，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挑衅、围堵。纵观美国的做法，他们似乎向中国发起了全方位的围堵，包括在经济、科技、技术以及军事等多领域的围堵。而与之对比明显的是，中国的反击措施并未被过多的谈论，这与我国一贯的对外交往姿态有关。我们知道，中国一直以友好姿态示人，在面对美国的挑衅时，中方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但是这样的做法非但没有让美国有所感悟，反而让他们更加变本加厉，毫无下限地对中国进行挑衅。近段时间以来，美国接连踩上中国红线，不断释放着战争信号。与此同时，美国也没有放松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制裁。不久前，拜登就曾以应对中国军方威胁为由，将59家中企列入黑名单。令人意外的是，这次面对美军的围堵挑衅，我国没有选择克制，或者只是口头上的警告呵斥，而是用实际行动同美国正面硬刚。在美国接二连三地派遣军机来我国周边海域进行抵近侦察之际，我军也开始有计划地将演习区域扩大到其他地区。据最新消息显示，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已经完成了一次为期1个月的海上训练。尽管关于演习并没有过多的信息透露，但是可以知道的是，这次演习重点锻炼的是解放军海军的远征作战能力，而远征的地点却十分耐人寻味。据悉，这次演习，解放军海军穿越了苏拉威西海以及西太平洋。所谓的苏拉威西海，就是中国进入西太平洋地区的门户，而这里就驻扎有美国西太平洋作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关岛军事基地。这似乎也在说明，随着美国对中国越来越多的抵近挑衅，解放军也开始进行一些直击美命门的反击措施。此次远征演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另外，对于美国对中国毫无根据的制裁，中方也予以立即回击。日前，反外国制裁法草案正在提请审议中，这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回击西方的利器。尤其是美国不同于以往中国的反制措施，这次中国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必将为中国回击别国制裁提供强有力的依据。不难发现，中国接连的2大动作似乎在预示着中国对美战略反攻的到来。与此同时，一向在反击美国挑衅上给中国树立榜样的俄罗斯，这次却罕见对中国的反击措施表示了兴趣。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主管伊万季莫菲耶夫
表示，其看到了中国对反美制裁工具的发展，以及应对美国不友好政策的对策，俄罗斯对这一经验非常感兴趣。可见，这次中国的反击传递出了非常不一般的信号，不知美国能否准备接收到呢？